明明没有在哭，却常觉得一直流眼泪吗？小心，可能是干眼症在作祟。如果没有积极治疗，不但会影响到你的视力，甚至会影响到身心健康哦。很多民众都会问说：“我很爱哭啊，为什么我还会有干眼症呢？”那实际上，爱哭是一种情绪上的反应，是受到刺激之后突然间大量分泌的泪水。但干眼症呢，是因为眼睛本身缺乏基础的泪水保护。当我们眼睛表面缺少保护的时候，泪水蒸发速度太快，眼睛受到刺激就会反射性的溢泪。那这个溢泪呢，却没办法造成我们眼睛表面的保护，所以反而还是会有干眼症的问题。所以如果说觉得平常很容易湿湿的感觉呢，要检查看看是不是干眼症造成的哦。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患者呢，他一坐下来就说：“医生怎么办？我已经看了8个医生了，但是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他来的时候是全身包得密不通风，戴着太阳眼镜，包着帽子，还有围巾整个围起来。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只要一看到光，一吹到风，眼睛就完全受不了。”那就发现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油性的干眼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干眼症严重的话，其实对生活上会造成非常大的不便跟心理上的影响。病人最常见的抱怨呢，就是眼睛看起来总是红红的，像是兔子眼睛或者是觉得有什么发炎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会觉得很不舒服，眼睛想要一直闭起来或是眨眼睛。那这都算是比较轻度的症状。但是你如果一直都没有治疗的话呢，其实眼睛表面是会破皮的哦。太干就跟皮肤干燥一样，可能会造成破皮的问题，甚至产生一些丝状物粘在眼睛表面。那严重的话呢，因为这些伤口可能会造成角膜溃疡，所以不治疗可能会影响到视力，造成永久性的受损哦。干眼症的治疗，首先要区分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干眼症。干眼症可分为缺水型的、蒸发型的，还有混合型的干眼症。那86%的患者都是属于缺油有关的，那也就是跟睑板腺障碍有关系。如果要治疗缺油型的干眼症呢，目前大概有4大类的治疗方式。首先呢，我们要补充有含油脂成分的人工泪液。那第二个呢，因为干眼症是属于一种发炎的过程，所以我们也需要用一些抗发炎的药物来治疗。那再来，患者可以做的事情呢，包括清洁，把眼睑洗干净，还有热敷1天要做2到3次，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改善睑板腺的问题。那如果以上的治疗方式都无法达到很好的效果呢，就可以建议考虑目前最新的治疗睑板腺障碍的方式，叫做脉冲光。那这个脉冲光，它不但可以减少我们眼睑旁边的发炎反应，更可以杀死眼睑周边的寄生虫、螨虫。那更重要的是，可以软化阻塞在油脂腺里面的这些老旧的油脂，把它挤出之后，可以增加我们自身的油脂分泌量，改善蒸发型干眼症的效果。眼科专用脉冲光的脉冲光科技在2021年已经通过美国 FDA 的认可，而且在国际期刊的研究上也显示出对于蒸发型跟混合性的干眼症都有显著的疗效。那大家会觉得说，脉冲光打在皮肤上不是很痛吗？那这样打在眼睛周边安全吗？实际上，这个眼科专用脉冲光是针对眼睛来设计的，所以不但是它的波长有特别设计过，而且它使用的探头也是一种专门的小探头，它可以针对眼睛周边做一个比较细致的治疗。它的探头呢，也有一种特殊的冷凝处理，可以把温度降低，不但对眼睛的保护有顾到，而且整个做的过程中也不会太过于不舒服。那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操作呢跟一般的医美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想要做眼科的脉冲光，一定要找专业的眼科医师来进行。做完脉冲光之后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伤口的所以生活跟工作都可以依照正常的一般进行，碰到水也没有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刚做完的时候呢，眼睛周边可能会有点轻微的红肿，眼睛会有一些异物感跟轻微的刺痛感觉，大部分是在2-3个小时后休息完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所以在做完脉冲光之后，可以做一点简单的冰敷，闭眼睛多休息。日常生活中仍要适当的补充人工泪液，记得按时做热敷。另外，如果想要补充一些营养食品的话，可以补充鱼油、
维他命 A 或是一些富含 Omega 3的食物，那这都可以帮助我们本身油脂分泌的增加。